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广州天气真的好好，我现在要去一位好朋友的家里，她是一位女作家，刚刚装修完她的公寓。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女作家的公寓长什么样子。Hello， 来了。哇，你家也太美了吧！以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嘛，然后你还有儿子，但是你的这个公寓却是你自己住的，这个决心怎么下的？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就张欣老师，也是他跟我说的。他说你不能永远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，你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你要会朋友，你要写作。他说你应该把这个隔开。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安定的环境吧。这边就是客厅，满坑满谷都是书，这边全是书柜。其实我的客厅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书房吧，然后朋友们聊天也是在中间这张桌上。看到我们家同款桌子，对，这桌子跟你们家是一样的。我上次看到你在那个公众号上有写，然后我发现这个给我提供的一个新思维，因为我是把它当书桌、餐桌，所以我是放在饭厅。但是你把它放在客厅正中间，我觉得也很好。我觉得这个桌子特别聚气，就是我朋友来了，他们经常不想走。有时候房间它有一种，就是可能书也有一种聚气的感觉，然后人在中间，然后围绕着一个书桌。你这样的也挺好，就是你的客厅其实你是没有沙发的，对，这个就是你客厅的一个中心，类似于书房，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聊天的中心，会客的地方。然后有时候看书就在那个沙发啊，一个人看书什么的，这个是全屋最舒服的一个位置。这边这个矮的书柜呢，有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听设计师的。我当时因为我书特别多嘛，2个高的书柜就可以放多一点书嘛。但实际上就是如果做2个高的书柜，就会比较压迫感更强。对，这样一高一低挺好的。对，空间上也比较通透，但是又能把你的书都装下。对。我记得你自己写书，你会站在这里写。对，有时候因为我们太久嘛，就把电脑放到这个地方写，就有时候能够站着写一写，就是对身体好一点嘛。这边的书主要是文学类的，那边的书基本上都是香港的，关于香港的，因为我自己是做研究香港艺人啊、香港明星的。我还有80几年的艺术，好想看的小说。你看，元武是我最喜欢他的小说之一，是吗？对。就是你看这种老的这种书页的感觉啊，因为8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黄金盛世嘛，是，所以你有时候就觉得拿到这本书好像跟那个时代也有了某种联系，所以我觉得还挺值得的。87年香港，87年出版的，对，这个就是香港的，就是银都60年，就是香港电影啊，还有香港的艺人，几乎所有的香港的艺人出的传记我都收齐了，可能比图书馆的还多。我可以打开吗？这个小心啊！你看它是一个法式的这种，再扭一下，然后才能够打开。你看，这是采访林青霞的时候他给我签的名字啊，所以也算是追星这么多年，总算是追星成功。这一柜书呢，算是我的就是初心和起点。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书，比如说你看到有黄爱东西的书，那个时候你怎么还能藏到现在啊？是啊，就很旧了，红尘宫，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用封皮，因为爱惜这个书。这是你自己包的？对。我还以为它本来就是这个。不是，是我自己包的，真的很劣质。你看以前的这种书，言情小说是这样的，可能我真的忍不了这个封面，所以你才把它包起来。对啊，我觉得包完以后，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个封面了，妈呀，好可怕！是什么艺书啊，还有琼瑶啊，他们的书都是这种封面。是的。这个书你看多久了？哇，这个书我翻起来更加小心翼翼了。对。88年1月1日，真好有纪念意义啊！是啊。但是你也很厉害，你能一直保存到现在。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的精神原点吧。每次一写什么东西，我就在想，我原来是从哪里出发的？就是我是从这些人是我的精神偶像嘛，所以我这位书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。我好像就是无论你搬家搬到什么地方，你都觉得我是有家的人，我是有精神原点的人。我原来是一个小城姑娘，从非常懵懂的状态走到现在，其实内心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吧。
然后这边呢就是餐桌，餐桌其实我最满意的就是这2张椅子。淘的时候是我跟那个设计师一起去淘的，就是非常贵，但是我一眼就看中竹子的，我觉得它很像董桥你书里面写的那些东西，就很有南洋的风味。我最爱的一个柜子。瓷器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它脆弱，所以它更加珍贵嘛。这是蓝柳，英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花纹，我喜欢它那个金边啊，这个一整层都是蓝柳，然后下面的就是，就是 whisky 杯啊，收集的一些，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买了一整套。然后这些呢是我在英国买的一些，就是一些茶杯，就是旅行的时候，在一个地方买东西呢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即刻跟这个地方建立起联系。是，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说，你去网上淘，那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可能会带着我对那个地方的回忆回来。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问题啊，就是我听过一个心理学家说，他说我一到一个地方，我就要跟那里的人，当地的人交朋友，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要买东西，就可见我们对于人跟人建立起联系没有兴趣，对。那么有信心。这书房，我平时工作赚钱的地方。这个书桌也是很多人梦想的书桌吧，就是一个大桌子、大电脑，然后看出去外面全是绿色。我们广东人说的文色加餐嘛，就是吃饭的家伙。对，所以要把它尽量的搞好一点。就是我的书房是要有能量场的，在这个能量场里面，你才能够安定身心。因为有时候写作你需要天地发生关系，就是你要问老天爷要一点东西，因为有时候是一些灵感，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安定的环境吧。我去挪威，我看过一个挪威的女作家温塞特，她的那个房子，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。我不知道原来女作家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不是说那种豪华，我明白，就是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美，然后一切都在围绕为她的写作而服务。我是看了她的房子，我才觉得，哎，人应该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小环境付出最大的努力，因为这样你的身心才会安定嘛，你才会有创作力再继续写下去。这个是我那个五斗柜，这也是我的一些写作吉祥物。比如说这个是圣罗兰的那个雌雄同体嘛，你就写作你是要雌雄同体。这是我在巴黎买的那个一个博物馆。然后这一张呢是毕加索的最早期画的一个牛，它是特别有创作力的。其实像我们写作的话，也需要有对，其实好体力，对，有好体力也需要有好的创作力，这个是相当于一种吉祥物吧。因为他是真的很有创作力的。这个银器是我喜欢音乐啊，虽然自己不会弹，你看到它你就觉得有一种音乐隐隐的传来，就是这种感觉还挺好的。因为音乐写作也是需要韵律的。这是我最喜欢的2个人，一个是香奈儿，一个是赫本我觉得他们特别女性化。这个是一个美国买来的一个果盘，白色跟金色是我就很艺术的颜色吧。然后 LV 也是艺术。我发现你的对物品的很多态度其实受师太很大影响。是的，就是被他影响，然后觉得果然也不错。所以你每一次来开始写文章，就要先在这里汲取一下力量，获取一下灵感，然后再坐到对面的书桌去开始你的写作吗？对，就觉得背后好像感觉后面有人。有一张画我特别喜欢，这是张爱玲香港的巴塞尔上看到是10万港币，然后好喜欢，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找到了他的作者冷冰川先生，那时候就觉得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。我觉得这张画对我也很重要。我特爱收集扇子，我有各种各样的扇子，它又有古典的味道，又很实用。这些书相对来说是比较文学的书，因为我之前那个书柜里面是香港研究香港文化的嘛，这个是文学的，白先勇的系列啊，还有毛姆的系列，这一整柜是毛姆的。这是一个书灯，打开它。这是你自己的书的灯。对，好可爱啊。对哇，这个礼物很好，好有心啊。然后这是台湾的一个画家做的一个作品，它是木板作品吧。我喜欢那种暗地灰烬的感觉。其实你家也是能看出来，虽然它还是个新家，但是走进来不是那种新的感觉。就是那个英语谚语里面叫做
something new, something old, something borrowed, something blue。要有新的东西。要是如果你全都是旧的，也很丧气嘛。但是如果你全是新的，其实也很无趣。Something blue， 我觉得是一些忧伤的东西啊，就是要有忧伤的东西，不然你的生活就有遗憾吧。When you're glad。那你现在的这个房子有满足你的想象吗？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知足的，我觉得所有拿到我手里的都是最好的，它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已经做到了最好吧，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满意，因为我小时候可能还没有梦想过自己真的能够住上这种房子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你住着会不会孤独？首先我很不容易感到孤独啊，然后第二一个，我就算感到孤独，我也知道这是我要付出的代价，因为我自由了。自由就是站在草原上，你既可以闻到风的在耳边吹过的响声，同时你也要忍受独立中宵的某种孤独，这个是自由的代价。其实你的内心如果丰富的话，你不那么容易感到孤独。有时候你家里全是人，你觉得特别孤独，特别想自己待一会儿。这个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我可以自己待一会儿啊，这是多奢侈的事情。你的自我是妥善安放，真的有一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你的。这就是房子对女人的意义，就是真的它是一个你的保护，一个保护，一个思想小世界，对你的小世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